也好，地线带电，这个电比不亮。测一下它的火线正常，零线正常。再看这一个插座，火线正常，零线正常。D 插带电，这就不正常。这一个地线插正常。这个插座地线带电，我准备打开这个插座。先看一下对面墙上还有个插座，我刚才拆开的一个插座。这个插座前2天来师傅修过，房主说来那个师傅把他的地线给拆了。为什么要拆掉这2根地线呢？是因为他们家的热水器一摸就电手，用电笔测这些水管都亮红灯，这就证明上面带电。它不光热水器的水阀，还有这些水龙头，一摸也麻一下。热水器的厂家也来了，说它的地线带电。把这个地线断开以后，热水器摸着才不电手了。这个地线往哪走是连着热水器，一侧亮红光，这个亮红光，亮红光就是线上带电，零线不亮。它这个红光的亮度不一样，看墙上这个反光。测一下这2根地线分别带多少伏的电压。先测热水器过来这个地线，几十伏啊，这是打小档位。测这个地线电压24伏。再看这一个，哟好，这个得升高档位，测的电压挺高啊。看看带多少伏，100多伏啊。这个100多伏的电来自哪里呢？为什么这个地线没放掉呢？地线是连热水器外壳、冰箱外壳、空调外壳，这些电器外壳都带感应电，这个电压100多伏。这个感应电没放掉，是不是他们家的主地线不好呢？打开配电箱，新装修的房子，找一下有地线。看着有地线，并不代表地线一定是好的，就是一定是起作用的。用电笔测，地线不亮，电笔不亮就代表好吗？只能说这个地线不带电，和插座那个地线不一样。万用表测一下电压，零火之间电压正常，测火地的电压正常，然后测零地之间的电压正常，打个小档位。再测地线正常，地线没问题，主地线是好的。也就是说这个地线往插座走这一块有断的地方。好吧，那我就打开这个插座，刚才测的它的地线是亮的，有地线，但是我发现就1根地线，零火线都是2组，都是2根。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。再打开旁边这一个插座，看有没有新发现。这个插座看了一下，应该是从配电箱过来的第一个插座，然后并出火线、零线，地线用一个蓝线作为地线，这样接是没问题。但是它并出的地线没有和这路线，没有和这一个插座地线并在一起，也就是说这路线往后的地线没有与主地线连接，才会导致感应电放不掉。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只需要把这2个插座地线并在一起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找了根地线给穿过去，这是装修改水电的师傅在接线的时候给忘了。这样把地线2头一并，这个问题就应该解决了。送上电再测一下，零线正常，地线正常。这个感应电哪有那么高啊？应该是有漏电的。一会儿测试一下。再测这一个插座，这个地线没接，还是带电。这一个就好了。这个走线方向应该是热水器的方向，就是卫生间的插座，所以这2个地线也得连在一起。现在再看热水器，再测就不亮了，感应电没了，这是正常的。水龙头也没了，刚才正亮。全屋就这一路线有问题，拉掉这个电闸。
刚才测的这根线100多伏，拉掉电闸就没了。两根地线并在一起压在插座上，送上电，再测，好了，这就正常了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就是因为插座之间的地线没接，导致感应电放不掉。那这个100多伏的感应电从哪来的呢？这是一个普通的立式空调，这里有个开关，把它打开，用电笔去测火线，亮红灯，零线不亮，再测地线，地线不亮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测零地之间的电压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我拉掉电闸，然后拆下这个地线，这个地线是连着空调外壳，然后送上电，电笔测火线，测地线，测零线，正常。空调的地线亮红灯了，这个时候测一下空调地线带多少伏电压，看100来伏。现在空调微波炉外壳都带感应电，这个感应电需要对大地对地线放掉，不然的话人摸到以后会麻手。所以说这个地线好不好很关键，这样它这个水龙头麻手的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，可以用电笔来测一下上面带不带电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黑，真黑，就换这么个小件儿来修一台设备，这是个什么设备呢？双头锯，说这台锯操作没有任何反应，看看哪里的问题。直接来看配电箱，设备现在是通着电，电闸都没有跳的 ，PLC 亮灯不明显，所以我怀疑 PLC 的电源是不是有问题。用万用表测一下它的进线，电源是不是220伏，电压有220伏 ，PLC 通电正常。我首先想到是 PLC 的问题，你看这指示灯都不亮。所以我怀疑是 PLC 的问题。PLC 的输入电源220伏，一火一零。你看这些指示灯不正常。那我就打开看看里边的情况吧。把外盖拆掉，这些集成模块上面全是那些铝屑，就是铝合金切下来的那些渣渣。这个集成块上面密密麻麻的一层。这个用气枪吹一吹。关掉设备电源，把插头拔掉。PLC 底层是一个电源板，哎呀，你看这个铝合金渣渣无处不在呀，密密麻麻。这个东西是导电的，会不会是它的原因导致电源输出不正常呢？保险丝也没烧，气枪伺候，把上面渣渣吹掉以后，是不是就好了呢？吹完再接上电试试，插上插头，送上电。测一下 PLC 输入电压，220伏正常，电压正常，但是 PLC 的亮灯还是不正常。这些指示灯应该有亮的，但是都不亮，所以还是它的电源有问题。关掉总电源，我得要把整套 PLC 拆走，拿回去修，拿给我们的小徐师傅看一下什么原因。PLC 变频4伏。专业维修20年，看高手怎么修这个电路板的啊！先是拿在手里看，刚才我也在看，他是戴着眼镜看，不一样。还有趴上去闻，我也闻了，闻到糊味了，然后就开始动手了。再就是测，万用表测，测整流，测整流二极管的管压降，整流没问题。没测出什么来，测的都正常。这是要干啥？要通电。通电测试，看一下高手先进的实验设备，用上了古老的灯泡，然后调一个合适的电压。这才是有技术含量的活。我那些修电都是小打小闹。电路板通上电以后有声音。这哪响的？你说？就这个声音发出来了，不排除它已经坏了。
那是个什么的？这个就是关了开关芯片的。那就换掉这个芯片。这个芯片。换台子。哎呀，这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修好给你2.5块。好了，这个键拿掉了，整一个新的换上就知道好不好了。就这么个东西2.5块，黑不黑？它这个颜色为什么是黑色的呢？好了，新的换上了，刚才通电测试正常，不知道装到设备上能不能好。把 PLC 重新装到设备上，插上插头，上边是输入，下边是输出。这送上电试试吧。哎，好了，亮了，亮了。好了，一键启停，好使，都正常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